今年的夏天注定不平凡，中共权斗的诡异已现街头。军车、坦克伪装成工程车，在夜间浩浩荡荡地碾压着长安大街。视频被迅速删除，当权者在怕什么？调遣兵力进驻北京，张又侠的身影在暗中行动。实际掌握中共局势的人，难道要走到台前？有消息说，中共的一些元老已经提前到达北戴河，那里传来戒严的消息。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将怎样决定中国的未来？他们的决定能说了算吗？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潇。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大家已经厌倦了中共内斗消息的时候，昨天小红书上又有一段北京市民发出的视频。夜晚，只见大批军车和坦克开进北京，开到长安街上。非常蹊跷的是，坦克都加了伪装，用金属架和蓝色的帆布将坦克全部包装起来，连车轮都被覆盖住，只有司机眼睛的平行线上开了一条长方条口子。随后这条视频被删除，好在自媒体人姜森哲、老登等人保留了该视频。老登在节目中表示，前几天他说张又侠调遣兵力进驻北京，现在就得到了北京市民的证实。军车、坦克伪装成工程车，夜晚在长安街上走，这非常不寻常，既不是阅兵检阅的演练，也不是正常通过的。坦克正常通过天安门干嘛？就是在调兵遣将，而且为了不打扰市民，每辆坦克都加了伪装。每年的7月份都是中共的元老和现任的领导聚集在北戴河共商国事的时候，今年也不例外。老登收到的爆料称，北戴河海滨现在已经戒严了，中共的一些元老已经提前到达了北戴河。就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视察山西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出访巴西还没有回京之际，京畿重地，中共公安部出现重大人事变动，公安部长王小洪被检群编。据中共新华社7月9号消息，中共国务院任命杨维林为公安部副部长，免去与王小洪多年交集的陈思源、孙茂利的公安部副部长职务。王小洪掌公安实权后，换上了一大批自己的人到重要岗位，一度被指建立王家军。胡春华前法律顾问杜文指出，陈思源受到公安部长王小洪的器重，孙立军落马的同月，他出任了公安部一局局长，兼任部长助理。陈思源被视为习近平的亲信，王小洪的嫡系。杨维林是当年干掉孙立军的人，孙立军是中共公安部的原副部长，在职期间结交培植私人势力，以前司法部长傅政华等人狼狈为奸，形成所谓的孙立军政治团伙，盘根错节，势力强大。2021年，中纪委和国家监委对孙立军、傅政华团伙立案审查，并出人意料地指定了吉林省监委负责调查其职务犯罪。长春市公安局局长杨维林接手此案，利用各种手段，最终让孙立军、傅政华低头认罪。2023年5月，杨维林被破格直接提拔，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跨过了他长期困扰的正厅级门槛。仅1年后的现在，他又北上进京，直接出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国保局局长。如此火箭式的跃升，在中共官场那是极为罕见的。旅澳反共人士蒋往正表示，杨维林是原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推荐的人。自媒体人、小说家认为，巴音朝鲁在共青团中央工作8年，历经李克强、周强2任团中央负责人，巴音朝鲁是团派的人马。今年5月，王小洪的大总管、公安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胡斌琛也被调离北京，转任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有分析认为，这一系列变动明显和中共高层的激烈内斗有关，王家军内部出现严重裂痕，甚至可能面临瓦解。王小洪、蔡奇曾经是习近平的左膀右臂，但7月7号，他们都参加了北京卢沟桥畔举行的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
自媒体人吴建民表示，习近平最近仍然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包括接待外宾，到国内各地视察。其实他现在必须配合中共元老演戏，这场戏呢，习近平至少要演到四中全会，最长要演到2027年的21大。上个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决策议事机构，说明习近平的主要权力正在不断的被剥夺。但如果他不配合演戏，可能现在就刀斩马下。那习近平要考虑他自己的将来，他家人的安全，他跟元老之间肯定要做一些妥协。只不过习近平在演戏的过程中，希望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想办法要翻盘嘛。但现在军权是100%不在习近平手上了。张又侠对习近平采取的是华国锋模式，演戏式渐退。官场战场观察工作室招明并不认同，他在 X 平台发帖表示，元老帮不会让习演戏演到21大，而是四中全会见分晓。张又侠血溅政治局与中央军委，苗华的落马，何卫东的失踪，何鸿钧、许其亮的去世，不是过家家，不是逗你玩，而是你死我活的兵谏兵变，不能夜长梦多。随后他又发帖讲述了习近平与张又侠之间的矛盾冲突。他表示，2024年7月三中全会爆发习近平和张又侠之间争吵，习中风住院开颅手术，北京人放鞭炮庆祝，政局大变，元老帮复出。8月北戴河会议后，沙利文与张又侠1对1会晤，而不是习近平带着张又侠一起会晤沙利文，这就变成了军委副主席分权制，而不是军委主席负责制。自此看出中共党内已生变故。接下来的1年里，张又侠在中央军委清理门户，将苗华、何卫东、何鸿钧、许其亮等诸多习派将领拉下马，他们甚至被逼自我了断。2025年7月又到北戴河会议前夕，大批坦克开进京城。网民墙内普通人在自媒体节目中调侃地说，不让习近平去巴西金砖峰会去大撒币也就算了，北京有正经的7·7事变纪念大会，却把习近平发配到山西阳泉考察，也太狠了。这是温家宝打脸习近平，明确告诉党内，习近平根本不重要。习近平还考察了山西阳泉的阀门厂，这是没事儿找事儿给总书记做。这个阀门厂恐怕除了山西就没人知道了。我不清楚习近平是怎么能忍下这样的活动安排的，只剩下对着一群小学生讲话，要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了。这和20大闭幕式上当场架走胡锦涛的习近平判若两人。这说明习近平真的很怂，又变回18大之前那个唯唯诺诺的习近平了。张又侠夺了军权，习近平才会这样听话。你觉得习近平的政治表演秀会在四中全会结束，还是会延迟到2027年的21大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